お金。既然大人越来越难伺候，那就不伺候了。我是恶童，这一期咱们继续昭和商业少女篇的第2集，女子高中生。为什么从日本的大人、文学和广告到影视动漫，再到商业资本，都这么迷恋少女？今天用文学看商业，用日本来看世界。渣男太宰治有一篇独白式的碎碎念小说，讲的就是一个女学生早上起床莫名其妙的就不开心了，照着镜子突然感觉自己丑爆了，然后出门看看男人，一会儿生理性好奇，一会儿又很讨厌。早上觉得自己很特别，到了晚上又觉得自己特别普通，一副年轻的身体里面装着乱七八糟的大脑，心里可能还想着20件完全矛盾的事儿。这本小说就叫《女生图》。但在几十年以后，商业资本也在研究这一天20变的脑袋。为什么？首先，当时很多女高生手里的消费现金和她脑子一样多。泡沫破灭以后，中年男人每月的零花钱缩水到了冰点，从90年的77000日元不停地往下掉。1993年，日本总务省和博报堂公司做了个消费白皮书研究，发现在通缩的时候，这帮 JK 可支配的零用钱上升到了历史高位。如果还打工，加上便利店和餐厅的零工收入，每个月手头能用的现金达到了4万日元。这笔钱在过去属于没有被好好计算过的，但现在的经济情况不同了，得算。而且他们的钱跟老子的钱还不是一种钱，属于纯消费弹药，所以资本要押宝的绝对是那时候最敢花钱的人。1992年，日本2大巨头打响了一场水手服大决战。大冢制药找来了15岁的一色沙鹰来卖电解质水，三得利找来了17岁的远山景之子来卖矿泉水，直接拉开了女高生的商业化序幕。资本不再费劲的去讨好那些成年男性，这次的对象彻底变了。他告诉女高生们，这是属于你们放学后的饮料，这也是你们的青春。到了第2年，一部关于高中生题材的神剧在 TBS 播出。剧里边全是无法直视的道德问题，每一集都在挑战大众的神经底线，能看下去的绝对都不是一般人。但平成的年轻观众照样觉得好看爱看，大结局收视率直接冲到了 33%。这部剧就是高校教师，它在日剧史上和商业史上属于强烈的断代符号。80年代昭和广告里的那些少女，其实还都是装在水晶球里的那些初恋，但到了平成初期，电视资本直接砸了这个水晶球。而且当时剧组还挖了一首1976年的老歌做主题曲，非常的应景，叫《我们的失败》。这首民谣跟着收视率一起，在17年以后奇迹般的卖了100万张。它证明了一件事儿，女子高中生这几个字已经可以调动日本1/3的注意力经济了。女高生在商业上开始变得有价值，还不光是他们的零花钱，和创造了 33% 的收视率。其中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社会学问题，就是他们每天穿的那套衣服，校服。亚洲的学校为什么都要给你穿制服？好管理呗，大家穿一样就不用攀比，不用想有的没的，也不用天天想着你是谁。校服本来是用纪律来约束你的道具，但到了90年代，这套逻辑却反了过来。格纹裙、领结、丝带，越来越多的流行设计开始出现，因为厂商们都在研究女孩到底喜欢什么样的款式。为了在少子化趋势下抢夺生源，各个学校打响了一场校服招生战争。有些学校还不惜重金请来了顶尖设计师，比如像森英辉这种级别的。当时社调显示，女生在选择高中时对校服的关注度其实不比升学率差多少。制服从纪律工具突然进化成他们炫耀身份、年轻和与众不同的皮囊。这套皮囊还衍生出一种特别的商店，叫 Blue Seller。这个名字本身就很日本。Blueman 是体操服，加上 Zeta 复古水手服，直接拼成了一个新词，就是以校服为中心的二手交易市场。资本第一次发现，日本女高生们其实非常清楚这套制服是他们对抗这个社会的最大筹码。1990年，特摄巨头东映和假面骑士之父石之森章太郎拍了一部叫《美少女假面》的特摄剧，从富士电视台自己的偶像团体里挑了一个17岁的新人花岛优子来当女主角，演了一个普通的女子高中生。东映这套系列从81年就开始做了，到了90年，制作方明显开始把路线往美少女主角上去拐。这部特摄就是转型里最成功的一枪。
后来1992年五内直子深受他的影响，2年以后他的美少女战士开播，万代靠着美少女战士疯狂卖了260亿日元。1995年万代全年销售额是1200亿日元，差不多1/5的销售比例，非常夸张。这一次日本商业终于把制服少女从一个电视点子形成了一条超级产业链。就像开篇讲的，为什么从文学广告到影视动漫再到商业资本总是这么迷恋这些少女，它的底层逻辑在半个世纪前就被日本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川端康成给看穿了。这位文豪晚年写过一本小说叫《睡美人》，主角江口已经67岁，他被带进了一家奇怪的旅馆，房间里躺着一个正在沉睡的少女，然后店老板反反复复警告江口不要把少女叫醒。为什么不要叫醒？因为只要她醒过来，一切就麻烦了。她会有名字，有脾气，有欲望，她可能嫌你老，嫌你烦，甚至根本不喜欢你。可只要她在沉睡，她就不是一个复杂的人，她可以永远年轻，也可以永远安静，也永远停在成年人最想保存的那一秒。90年代初那个泡沫破裂、通缩萧条的日本商业社会，非常类似川端康成笔下这个衰老主角，他躲在电视机、动漫周边和灰色市场里，吸食少女身上那种未被污染的生命力。这就是我在上一期的昭和商业少女篇讲的事情。广告里的少女其实真的不用长大，她只要喝着可乐，站在月台上回头笑一下，剩下的人生都不重要。但问题是，泡沫破裂之后的平成，这帮少女突然醒了。他们不光醒了，还从电视里走到了街上。这一次，日本的商业资本开始紧紧地跟在后面研究他们。你以为资本开始研究女高生只是我的形容，日本人是真的研究。日本 Parago 商场旗下有个叫 Across 的团队，每个月固定会派人去涩谷、原宿、新宿街头，就站在那儿看和统计今天有多少人穿了短裙，这个月换了什么包，在看什么杂志，钱都花哪儿了。后来连收入、烦恼、梦想都要问。80年代广告公司都在会议室里面去想男人喜欢什么样的少女，到了90年代，商业机构得跑到街上问这些少女，你们到底想要什么？这个权力关系完全倒了过来。首先沦陷的就是元素，当时的元素成了少女表达自我的实验室，他们发明了全新的古着混搭文化，在竹下通淘几百块的小饰品，去二手店淘美式旧衣服，手上还拿着可丽饼，这直接就带火了整条街的快销商业。还出现了时尚杂志 Cutie， 在1989年创刊，是日本最早的街头少女时尚杂志之一。竹下通的周末客流量也突破了10万人，就是这条小巷子后来还孕育出另一条支线，就是潮流教父藤原浩和 Nigo。全日本的品牌开始跑来元素，感受女高生的混搭灵感，资本也第一次蹲在路边开始抄作业。但真正把这种女高文化变成100亿日元商业狂欢的是隔壁的邻居涩谷。但关于涩谷我们先不急着说，此时的少女开始变了，因为少女从来就不是一个年龄段，它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日本商业社会最深处的欲望和恐惧。1996年，一个叫村上隆的作家问了一个问题：如果女孩想要的东西已经超过了她钱包里的钱，会发生什么？于是他写了一本短篇小说叫 Love and Pop。 2年之后，安野秀明把这部小说搬上了大荧幕。主角玉美是一个普通的女子高中生，有一天她和朋友去涩谷，路过百货公司，看中了一个戒指，128000日元。一个高中生肯定买不起，一般人想就算了，但玉美的答案是不行，我今天就要。整本小说讲了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一个17岁的少女怎么在几个小时里把我想要变成128000日元。90年代的涩谷，这群女高生成了全日本最冷酷的资本猎手。在泡沫破裂、信仰崩塌的时代里，他们其实不再相信大人那一套关于什么勤劳、奋斗和未来的谎言，他们把青春和时间当成了货币，直接变成了现钞、厚底鞋和名牌包。如果村上隆写的是时代的镜子和少女的欲望，那涩谷109就是把欲望物化成一座少女的宫殿。80年代的涩谷，当时东急旗下的109大厦还是一家定位尴尬、业绩烂烂的普通大楼。到了93年，管理层在翻账本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就是整栋楼都在跌，但地下1层居然还活得特别滋润。为什么？因为女高生每天成群结队往那儿跑，专门买那些款式大胆的服装。然后109再去街头一看，发现涩谷最扎眼的那群客群就是这帮16到20岁穿着白色宽松袜的少女。这时候109的管理层就明白了，既然大人越来越难伺候，那就不伺候了呗。
于是他们做了一个颠覆性的决定，让同龄的女高生来决定商场该进驻什么样的品牌，还开创了日本零售史上最强的营销武器卡利斯玛超人气店员，就是直接招募那些最会穿搭，在女高里具备有号召力的同龄女孩来当柜姐。就像当时的 EGOS 的升本荣子，这绝对是现在很多网红店铺的先前夫。当时一个顶级店员周末一天就可以扛下1000万日元的销售额，最疯的时候一个月能卖2亿日元。全日本的女高生为了买柜姐身上的厚底鞋同款，在大楼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这双15厘米以上的超高厚底在日本狂卖了上百万双。99年一个针对女高生的调查里，其中有厚底鞋的比例达到了 66.4%。当时日本200多起的鞋类事故里，接近 40% 都和厚底鞋有关，出现了摔倒受伤、穿厚底鞋开车造成事故的全国报道，疯狂而荒诞。109真的很像一台巨大的投票机器，少女们每天用钱包来帮她投票，卖得动留下，卖不动就滚蛋。但任何一个商业社会最后都会遇到村上隆提出的这个问题，当一个人想要的东西比他拥有的钱还要多，到底会发生什么？1998年富士电视台播了一部名字有点纯爱的电视剧，叫《神啊，多给我一点时间》。24岁正值巅峰的金城武演了一个冷酷空虚的音乐制作人，当时16岁的深田恭子正是演了一个涩谷女高中生。真生这个角色几乎是90年代末涩谷女高生的真实写照，她为了买一张偶像的演唱会门票，卷入了一场灰色交易。这部剧在98年引起了全社会的热烈讨论，大家在电视机前哭成了一片，收视率也自然而然冲到了 28.3%。Luna Sea 演唱的主题曲 I For You 也红遍亚洲。这部剧把女高生为了欲望、为了名牌包在涩谷街头狂欢的代价赤裸地展现在全社会面前。但是真生在剧里展现出来的并不全是冷酷的交易，这里有一种在绝境里燃烧自己的反抗和纯粹。通过这些文化影像，这时候的资本和社会才意识到，像真生一样的少女在涩谷街头穿厚底鞋买大头贴，为了欲望不惜一切的女高生，她们疯狂的背后不过是对这个冰冷通缩和无趣的成年人社会最绝望的反抗。从太宰治笔下为青春期烦恼大脑混乱的女生，到川端康成书里沉睡在旅馆被人吸食生命力的睡美人，再到村上隆的镜头下涩谷街头冷酷交易的玉美，整个90年代其实都在问同一个问题，这些女孩到底怎么了？其实少女从来不光是一个年龄段，它其实就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日本商业社会最深处的欲望、虚伪、恐惧和自我救赎。所以日本商业和文化那么迷恋少女，并不是因为她们年轻，也并不是因为她们漂亮，恰恰是一个17岁少女每天早上醒来以后那句我想要。这是一个行将老去的社会最缺的东西。表面也许是水手服、厚底鞋、饮料、动画、109、形形色色这些皮囊，但私底下其实是时代权力的交接。80年代，昭和的商业资本用纯情去催眠中年男性，假装泡沫世界依然阳光。到了90年代，平成的商业资本跪下来讨好女高生，因为他们是通缩世界里最后的现钞和生命力。凤梨罐头总会过期，街头也终会清冷。到了2000年以后，智能手机出现，互联网代替了街头，109的厚底鞋也成了历史。但那个砸碎规矩、踏平涩谷的少女，为那个失落平成留下了最后的狂欢和绝唱。这些 Simbiz， 我是儿童，小东西大时代，我们下期见。